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与果果的书信暗号，一场跨越屏幕的见字如晤。在这个即时通讯充斥生活的时代，一位演员与粉丝之间却用纸笔构建起一片隐秘的情感绿洲。程毅在拍摄间隙写下的那句见字如晤，早已成为他与果果们心照不宣的暗语。去年冬天，一封因腰伤隐退期间寄出的信件，曾让全网焦灼寻找他的粉丝瞬间破防。信中未提伤痛，却字字诚恳，简单三餐，专注角色，不负相遇。彼时的他正默默承受身体与舆论的双重压力，却选择用最质朴的文字抚平粉丝的不安。这并非一时兴起。从杂志附赠的明信片到深夜写下的长信，程毅始终将分享预视为对粉丝的最高诚意。有粉丝回忆，某次活动后不慎丢失保温杯，其他果果不仅帮忙寻回，还附赠周边礼物。这种粉随正主的温暖，恰似程毅笔下的日常烟火气。争议也随之而来，在明星热衷直播、热搜的年代，为何偏要选择如此笨拙的方式？对比其他艺人用短视频、段子拉近距离，程毅的沉默与低调曾被质疑不懂营业。直到一封封手写信曝光，人们才读懂他的坚持。镜头前的角色可以千变万化，纸上的笔记却永远真实可触。今年情人节的一场双向奔赴，更将这种情感张力推向高潮。粉丝在寒夜中燃放烟花，程毅停车驻足凝望，全程未发一言。没有拥抱合影，没有互动直播，却因这份克制而显得尤为珍贵。正如他在信中反复强调的分寸感。翻开程毅的信件，几乎找不到对未来的承诺或华丽的表白。他絮叨着剧组盒饭的温度，描述揣摩角色时的纠结，甚至提醒粉丝过马路注意安全。这种大哥哥式的叮嘱，恰与他在富山海片场反复重拍同一镜头的执着形成奇妙呼应。有人统计过，程毅信中高频词并非感谢或爱，而是还好。拍摄受伤时还好，遭遇误解时还好，面对爆红依旧还好。这份金牛座特有的钝感力，让他在流量漩涡中始终清醒，作品才是演员的终极语言。粉丝们显然读懂了这份潜台词。其他明星后援会攀比应援排唱时，程毅的果果们更愿将热情倾注于角色解读。沉香如屑播出期间，超话涌现大量对角色的心理学分析，甚至引发学界关注。谁说追星不能成为一场精神共鸣？不过，程毅的书信营业模式也面临现实拷问。在剧组动辄闭关数月的常态下，粉丝如何抵御漫长等待中的焦虑？答案就藏在那张他亲手绘制的明信片里，寥寥几笔山水，却让人想起富山海中那句台词：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如今再回看那封引发全网寻找的信件，字迹早已被粉丝熟记于心。每次重读，依然会有新发现，某个字的笔锋更重了，某处涂改痕迹透露着斟酌。这些细节比任何精修照片都更贴近真实的他。业内讨论如何维系粉丝粘性时，程毅给出了另一种解题思路：不靠热搜维持曝光，不立人设制造话题，仅仅依靠最原始的文字传递情感。这种反效率的方式，反而在快餐式追星文化中劈开一道裂缝，让光得以照进。所以，究竟是谁更需要这些信件？是渴望窥见偶像生活的粉丝，还是那个在片场反复打磨表演的程毅？某封信的结尾处，见字如晤，愿我们都能在角色里重逢。双引号。